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现在有越来越多人想成为 YouTuber， 我相信在看这部影片的你也一样。但是你在考虑是否应该在影片里面露脸，有可能你害羞，也有可能你不想把你的隐私暴露在互联网上，这些我都能够体会。因为在一开始我在打算做 YouTuber 的时候，我也在考虑我是否应该在影片里面露脸。因为我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很害羞的人，但是你还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，你还是想把你的内容分享给别人看。你在想是否能够不露脸也能够成为 YouTuber。今天这期影片我就会提供几个不露脸做 YouTuber 的方法，并且每个方法我都会提供几个主题给你们参考。看完这期影片之后，你就会知道如何不露脸做 YouTuber。今天这期影片我总结了4个方法，可以不需要露脸做 YouTube 频道。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利用电脑或者手机的屏幕录制，这种方法的常见方式就是教程类影片。你可以提前在电脑里面准备好你的教学材料，然后你就可以一边带着观众一边讲解你的教学材料，或者你可以教观众如何使用手机上的一些功能，这样你就需要录制你的手机屏幕和你的声音就可以了。在影片的后半段，我也会教大家用什么软件来录制屏幕，录制自己的声音。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免费软件能够帮我们达成这个目的。第二个方法是通过动画形式来展现出你的影片内容。这个方法听起来有专业难度，可能需要有很强的专业背景才能够制作。其实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软件能够帮我们达成这些动画效果，并不需要你有很强的专业基础。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一种影片形式，就是感觉有只手在白板上绘图，绘出整个影片内容。其实大部分这种影片形式都是利用软件来制作的，非常的方便。第三个方法就是利用素材影片。素材影片就是别人拍好的影片，然后放到网上。有些网站上可以找一些免费的素材影片，但是数量和质量非常有限。如果你真的打算长期做这类影片，你可以去一些素材网站，你只需要每个月固定支付一些费用，你就能够免费的使用这些素材影片。你可以把这些素材影片剪接成自己的影片，然后加入自己的故事或者自己的内容。在影片的后半段，我也会告诉你们这种方法适合于哪些主题的影片。第4个方法就是利用展示的形式，但是你不会出现在你的影片里面。这种方法就是呈现出你在说的东西，而不是让观众看你说。这种方式会给观众更直观的感受，特别是教一些具体操作的时候，观众会更容易明白。所以这就是4个不露脸让你拍影片的方法：屏幕录制、动画、素材影片和内容展示。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这几个方法能够具体制作出什么样的影片。首先第一大类的影片就是教程类的影片。这种教程类的影片你可以教任何东西，例如料理、科技、艺术等等。你可以利用不同的方法来制作出你的教程影片。例如料理教程，你只需要利用相机来记录下你料理的每一步，从不同角度展示出你的具体操作。这种影片不需要你露脸，只需要配上你的讲解就可以了。如果是教观众画画的影片，你只需要找个角度，把相机固定好，确保能够拍下整张画布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录制下你的整个画画过程。你可以选择配上录音讲解或者是文字讲解。如果是科技软件教程，你可以利用电脑屏幕录制或者是手机屏幕录制的方法，记录下你操作的每一步。电脑屏幕录制，我推荐 OBS 这款免费软件，这也是我自己在用的免费软件。如果想要录制手机屏幕， iPhone 有自带的屏幕录制功能，如果是安卓手机，也有很多屏幕录制的软件可以供你使用。教程类的影片有非常多的内容可以制作，并不只限于我今天说的这3个。其实教程类的影片是最适合不露脸的，因为大部分观众都是为了知识而来，他们更愿意看你的具体操作。第2类影片形式就是动画。动画可以分成教育类动画和娱乐类动画。教育类动画可以是一些教程，或者是传递一些知识内容。例如现在很流行的白板动画形式，就是有一个人的手在白板上绘画，然后再配合上创作的讲解，讲述着整个故事内容。这可以是在讲一个故事，讲一个理论，讲一个问题，讲一个解决方法。那么这些白板动画到底是怎么做的呢？有2种方法可以做到。第一种就是真的有人在绘制这些图画，这种方法虽然非常的吸引眼球，但是需要你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去制作这部影片。通常一部10分钟的影片，你需要花费2小时绘制，并且更大的原因就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这种强的专业背景，所以现在我们大部分看到的白板动画影片都是利用软件来制作的。这种软件就是让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素材，然后把这些素材放到不同的时间线上，就会呈现出有一个人在真的手绘这种感觉。我推荐一个制作软件叫 Doodly， 我会把链接放到底下的描述栏里，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。第2种动画表现形式就是通过 Vlog 的表现形式，这种形式更具有娱乐性。我们之前常见的 Vlog 都是博主带着观众展示出他们的生活，讲述他们的故事。而动画 vlog 就是把真人变成了动画人物，这样就增加了更多的趣味性和更多的娱乐性，
观众会更喜欢观看。不过这个方法对专业背景有一定的要求。如果你正好擅长于这个领域，你想当 YouTuber， 但是你又不想露脸，你就能够非常好的利用这个方法来制作出 YouTube 影片。这方面的竞争也会相对较小，所以你很容易脱颖而出。第三类影片就是通过素材影片的组合来制作的影片。这算是我在这期影片里面讲到的所有方法里面最容易制作的方法，因为教程类的影片需要你有一些专业知识传递给观众，而动画类的影片需要你会一些软件来制作出这样的影片，而素材影片都是别人准备好的，你只需要把它们组合在一起，加入自己的文字和内容，就能够制作出一部影片。这种方法适合于很多形式的影片，你可以把它制作成小电影或者是纪录片的形式。这里给大家提供2个比较容易制作的影片形式：教育类影片和鼓舞类影片。关于教育类的影片，你可以给观众讲解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科学概念，然后通过不同素材影片的拼接，配上你的文字和语言，就能够让观众很直观地感受到你的影片内容。鼓舞类的影片大家应该都看过了很多，这种影片形式非常的好做，你只需要找一些励志语录，再配合上不同的素材影片。这些素材影片的范围可以非常的广，可以是一个人在运动、在学习，或者是自然风光等等，它的选择性非常灵活。鼓舞类影片主要重在场景与文字的结合，所以它对影片的素材没有很大的局限性。对了，我会把素材影片的网站放到底下的描述栏里，这网站里面有非常多的素材影片可以供你们选择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说的7个方法，在 YouTube 上不露脸做影片：料理教程、艺术教程、科技教程、白板动画、Vlog 动画，还有利用素材影片制作出鼓舞类的影片和教育类的影片。接下来我想和大家说一下，制作这些类型的影片，我们需要在前期准备好什么器材、什么设备，这样就会给大家一个概念，哪些需要在前期有一定的投入成本，哪些可以在前期节约成本。首先第一个就是麦克风，因为你已经在影片里面不露脸了，所以我们的声音质量就是尤为重要。如果观众听不清你在说什么，他们也就不会继续看你的影片。虽然你可以利用电脑或者手机的自带麦克风，但是这些质量都不太好，所以建议大家去准备好一个麦克风。我一直都推荐我的这款麦克风，它不仅便宜，而且收音非常好，作为新手就足够用了。第二个就是相机，如果你打算录制一些教程类的影片，那么相机就很重要，特别是一些绘画类的影片。如果你的画面清晰、色彩清晰，观众会更喜欢观看。如果你想利用手机，那么尽量确保你的手机是近几年生产的，因为你要确保你的像素能够跟得上。如果你想直接开始买相机，那么建议你购买$700以上的相机就可以了，因为这样它拍出来的像素会比手机好。第三个就是三脚架，因为你要拍摄你的操作过程，所以你需要一个三脚架来帮助你拍摄。这个三脚架需要能够拉到你想要的高度，并且能够多角度的旋转，因为有时候你要从上往下俯拍。如果你需要制作白板动画，我之前推荐了 Doodly 这个软件，我会把链接放到底下的描述栏里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尝试一下。再来就是影片剪辑软件，现在市场上有非常多的影片剪辑软件，但是我相信很多新手都不想使用很复杂的软件。我之前有做过一期影片，我尝试了很多剪辑软件，我最后发现一个很适合新手的剪辑软件叫 Filmora， 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去看看我的这部影片。这部影片对 Filmora 有一个基本的讲解，可以带你认识一下 Filmora。现在我们就知道了，其实不露脸，我们也能够成为 YouTuber， 还是能够传递你的信息，还是能够发展你的兴趣，还是能够在 YouTube 上赚钱。你再也不用担心因为不想露脸而放弃成为 YouTuber。欢迎你们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你们喜欢在影片里面露脸还是不露脸？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期影片，别忘了为我点个赞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我会每周更新影片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